听说青云宗的考核是出了名的严格，百年只收了3个弟子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快看，有人出来了！我是这次青云宗负责考核的人，都想拜入青云宗吗？想，做梦都想！只要能进青云宗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拜入青云宗，只要有这份诚心就可以了。我已经感受到了你们的诚心，所有人都通过考核了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就通过了？这不是在做梦？这青云宗果然与众不同啊！来，把你们的鲜血滴在这宗门牒谱上，以后你们就是我青云宗的弟子了。我叫张扬，是你们的大师兄，以后有事找我。这就完事了？不是说要考核资质吗？难道你们不愿意拜入青云宗？我愿意。我也想。张扬！师傅，谁让你收这么多人的？你给我滚上来！师傅莫急，还有几个人没登记完，登记完了我马上来。哎呀，还有谁没登记宗门牒谱？快！错过了就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。哎呀，别推我呀！快点儿！前面的，快点儿！你们现在已经是青云宗弟子了，进入宗门第一个任务，沿着这条山路往上跑，我在宗门大殿等你们。老三，开山门此等大事已经交给张扬，我正忙着炼一炉丹药，已经到了紧要关头，就让张扬那小子替我跑一趟。我已叮嘱过他，一个弟子都不收。你看看他都干了什么好事！小子，宗门牒谱拿出来！不就是收了点门人弟子吗？80多个！老三儿，你哎呀，糊涂呀！明知张扬不靠谱，还让他去开山门。你那破蛋有什么好练的？我青云宗近300年来，也不过招收7、8个门人，这一下80多个，天要亡我青云宗啊！师傅，几位师叔，没那么严重。臭小子，你不懂，招收门人是要给他们修炼资源的，可我们连自己修炼都紧巴巴的，要不是怕断了传承，10年前都不会收你为徒。唉，现在你一下子收了这么多人上山，把咱们卖了都凑不出养他们的灵石啊！一下子这么多弟子，这么多人，别说符纸了，连草纸都不够用啊！几位长辈，听我一言，正因为我们青云宗穷，所以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。再不改革，青云宗早晚破产。而改革的开端，就从这次开山门开始。改革？你小子又整什么新词儿？说说怎么个改革法？天机显示，不好，我眼皮已经开始跳了。师傅，我曾看过青云志，1000年前本宗弟子过万，疆域辽阔，可现在呢，连同我在内只有8个人。我早就想这么干，诸位长辈一直不同意，这次终于等到机会，咱们青云宗从此以后要腾飞了，乌无光大，彻底毁灭。若不是这个家伙偷懒，师傅，你天赋卓绝，求道之心坚定，奈何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修炼。如果有足够的修炼资源，师傅你现在恐怕都已经合道了吧？这小子说的不无道理。
只是这改革……凌云师叔，你的飞剑这些年跟着你可太凄惨了，一点天才地宝都吃不到，清汤寡水的，你就不心痛吗？三师叔，想不想有源源不断的灵草给你炼丹呢？四师叔，我听说有一种养颜丹，服用可以青春永驻，奈何养颜丹价格不菲，一颗要10万多灵石。近来眼角皱纹是又增些了。这混账小子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五师叔，你整天就拿着擦屁股都嫌硬的草主画符，对得起你那只灵气级别的伏笔吗？你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那你给点好的如何？所以我们才需要改革。师傅，青云宗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，改革势在必行啊！掌门师兄，此事还需你定夺。大师兄，我觉得张扬说的有点道理啊。掌门，符纸确实该换换了。师傅，如果你修炼到最后成功飞升仙界，见到了历代祖师，他们问你现在青云宗如何了，你难道要告诉他们青云宗已经穷得连门人都收不起了吗？传承几千年的青云宗最后竟只有8人，你说得出口吗？你作为当代掌门，青云宗有如此局面，你得负最大的责任。现在弟子甘愿代替师傅改革挽救青云宗，师傅居然还不同意。我这哪是收徒啊，分明是收了个孽子呀！这个改革，师傅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管闭关就是了。等你下次出关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结果了。哼，行，那我就闭关1年。1年之后，要是没有看到结果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1年，半年之后，师傅就知道改革的结果了。我去闭关半年。且慢，又干嘛？师傅，为了改革成功，请把掌门信物给我吧，我需要青云宗最大的权限。拿去。七师叔，我要看看咱们青云宗的收支情况。给你，我才不想管这破玩意儿，整天抠不出几块灵石来，还惹大家抱怨。快看，这就是青云宗的大殿吗？好气派啊！大师兄说在这里等他，怎么不见人影？10年了，我等了整整10年了，终于要真正开始我的修仙大业了。餐风露宿，打坐练气，那也叫修仙？那就是野人过的生活。以后让我来教教你们，什么叫做修仙。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师兄，我叫王宝乐，我也是第一个到达的。很好，给你个任务，按照到达广场上的先后顺序登记所有人的姓名。历代祖师真是废物，这么大的地盘居然没钱，穷的连门徒都不敢收，这得多废柴才能做到啊！大师兄，已经登记完了，一共87人，还请大师兄指示，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首先要恭喜诸位加入青云宗，我宗历派已有5000余年，历史飞升仙界者有17人之多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大家以后住在什么地方？大师兄，那咱们睡哪儿啊？
该不会要露宿荒野吧？那些塔楼看着挺高的，能住人吗？这次我们宗门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关乎在座的每一个人。如果我们应付得好，未来修炼一片坦途；如果应付不好，那就将万劫不复。大师兄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大殿后面的7座山峰，除开封顶之外，你们可以任选适宜的位置修建房屋，给你们2天时间。2天后再次聚集在这里。记住，你们已经是同门了，同门之间应该相互友爱。如有欺凌，宗门将严惩不贷。那个，大家听我说，既然大师兄让我们自己建房子，咱们就建吧。可是我们都不会建房子啊！要不先找些山洞将就一下。修行还要自己盖房子，这和我听说的一点都不一样。大家别灰心，说不定这才是考核我们的真正方式。仙家手段岂是我们能揣测的？大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是你偷懒，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我也没想到张扬来这一手啊！要不干脆找个理由把他们都赶下山去。胡闹！书上山马上又赶下山，青云宗脸都不要了。就算要那么做，怎么也得等一段时间嘛。不好，张扬那小子去找我了。快去吧，去吧，别连累我们。师叔，师叔！干嘛？师叔，我想巡查一下青云地界，不过我才结丹修为，担心路上遇到厉害的妖兽或者歹人，所以想请师叔陪我走一趟。行吧。走之前还请师叔帮个小忙，请师叔出剑，帮新弟子们削点木头，方便他们搭建房屋院落。如果只靠他们，恐怕2天是修建不出住所的。你说什么？让我堂堂一个元婴期剑修，用飞剑去砍树劈柴？二师兄这表情真精彩。用飞剑去劈柴，怕是千古头一遭。这就是仙家手段。我没看错吧？那么粗壮的树一下就断了？这要是劈在人身上，都咋咋呼呼做什么？还不感谢凌云师叔？感谢凌云师叔！没吃饭吗？大点声，整齐点！3、2、1，感谢凌云师叔！感谢凌云师叔！师叔，够了，不要再砍了。你要去什么地方？师叔，其实我们青云一点都不穷，只是不会利用而已。这方圆300里范围都是我青云地盘，地盘上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青云的。但是这些年来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发掘这些资源。所以你招收很多人，让他们来发掘资源。当然，不仅仅如此。师叔，这里应该也是属于我青云宗的范围吧？这里距离青云峰200里多一点，当然是青云宗范围。啊，那怎么有人在青云宗范围内采矿？你们这群废物跑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再不赶紧干活，晚饭就没有了。
每个人必须再挖出300斤。谁要是完不成，直接丢到野外喂狼。所有人都给我停下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矿！荒山野岭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主人。我安庆城萧家可不怕其他人。安庆城萧家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你是谁，敢来找我萧家的麻烦，就要做好受死的准备。大家动手，给我干掉他！误会，肯定是误会，别动手。我是萧家的萧剑，我们家主和清风派的清风道长是好朋友。清风派，不管是什么门派，也不能偷我家矿，这是我青云宗地界。回去禀报你家主，1个月内让青云宗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做出赔偿，否则我们将采取措施。青云宗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仙长放心，我会立刻把消息禀告家主。我等着你们家主的交代。那是我们的铜矿，这是青云宗的矿场，在你们萧家没有交代清楚之前，停止采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师叔，我们走。不许再采矿了。这人好可怕的眼神，刚才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。你抢了他们的铜矿，不妥当的。抢？那是我们青云宗的铜矿，我是拿回来而已。师叔啊，不是我说你们，恐怕青云宗范围内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建议让其他几位师叔一起出动，好好巡查一番。毕竟这些都是青云的资产，不能便宜别人。师叔啊，这铜矿要是能冶炼出一点高级材料，就可以给你的飞剑吃下去，提升飞剑的威力啊！回宗后就让他们都出动，是得好好巡查一番地界了。小样儿，还治不了你。还有半天时间，我们还得去一下青云市集。宗内多了80多人，是该去采办些东西了。青云市集的税收，该去好好清算一下。来人止步！请去禀报镇长，青云宗张扬来访。现在这等着，去禀报一下。有请贵客。师叔，我们走。见过二位，不知二位大驾光临，有何要事？青云宗方圆300里范围都是属于我青云宗地盘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这是，我还真不知道。现在你知道了。你在青云集市收了这么多年的税，你青云宗要1半。你们这是想要抢劫？抢劫？这青云集市所在的范围乃是我青云宗地盘，甚至这集市的形成也是因我青云宗而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青云宗未曾收税，你一个外来者，有什么资格在此收税？现在让你吐出1半，已经是看在你维持了此地秩序多年的份上。若非如此，好，好，好，真当我江之秋是好欺负的？想要零食，绝无可能。大不了干掉你们，老子今天就离开青云市集。青云宗上百年都不管山下的事了，怎么突然改变了风格？经过我的调查，你管理青云集市差不多22年，就以每年1万灵石计算，你这些年一共收入20多万灵石，55分成，
现在你至少应该给我10万灵石。前辈，收起飞剑吧，我认栽。不光是灵石，还有其他的药材和材料。所有的收获都在这里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可以再给出5万灵石，这是我这些年收获的全部了。你掌管青云集市这20年的事情，咱们就算了结了。如果你们信得过，我可以继续掌管下去。代管费我可以少收一些，3成就可以。这青云集市本来就是无主之地，现在大家能够在这里生活，收他们的钱，是不是有些不合理？师叔，这是什么话？看来修仙也容易修傻掉。师叔，青云集市已经成体系，如果不管是会乱套的。是我欠考虑了。我有一个建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请说。我想替师傅收你为记名弟子，等他出关后，你再行拜师之礼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你们抢了我，还威逼我，现在转头就让我加入青云宗，这分明是3成的好处也不愿给呀！那就多谢师兄引荐，我愿意拜入青云宗。近日山上新招了些普通弟子，需在集市上采办些日常用度。师弟啊，你看……师兄放心，我在集市经营多年，这些采买事宜就交给我来安排吧。那劳烦师弟安排了，等会儿随我们一起上青云去记个名。他们都是刚拜入青云宗的门人。快看，大师兄回来了！大家都停一下手中的活计。这2日是宗门对你们的第1重考验，自力更生。修仙之路，非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唯吃苦耐劳，方显我青云弟子的坚韧。听见没？我就说是考验嘛。保罗师兄厉害，果真猜对了。考验已过，自今日起，宗门将提供基本用度。哇！是白面馒头，还有肉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吃的。王宝乐，你带几人负责分发食物，记住，按需取用，不得浪费。是，大师兄。大师兄他倒是颇懂经营之道。这些贼着呢。吃饱之后好好休息，明日清晨所有人于此集合，我将传授你们青云宗筑基功法。多谢大师兄。我先去帮你录入宗门碟谱，明日再带你去挑选一门青云宗的功法。有劳大师兄。怎么样，小子？青云宗的账不好管吧？100多颗灵石，养那么多人。大家明天去给我寻找药材，我炼点丹药去卖些钱，给这小子帮衬帮衬。看来我只能去多写点符了。确实需要麻烦3师叔炼制一些丹药，奈何没有灵草。3师叔，看这些是什么？洗心莲、翠灵草、玉骨花，这些
可都是炼制高级丹药的灵草啊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那这段时间就麻烦三师叔了，尽快炼制出丹药给大家服用，提升修为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六师叔，这些炼器材料交给你处理。哦，好。我的，五师叔，答应你的符纸。不枉我对你那么好，等会儿我就去给你画符，定要给你画出几道惊雷符来。别急，还有呢。这次出去收获灵石12万，留下5万作为宗门结余，其他的7万灵石我们1人1万分了。多少？诸位师叔没有听错，1人1万灵石。快分灵石！孽徒，有灵石居然想不到为师，有你们几个真是好啊！得了灵石就忘了我这个大师兄是吧？啊，师傅，你不是闭关去了吗？怎么还知道我是你师傅？我的那份灵石呢？既然师傅出关了，当然也有份。不愧是我的好徒儿，哈哈！师傅，还有诸位师叔，灵石分到了就赶紧提升修为吧。不过大家千万别闭死关，免得宗门有事找不着人。多余的灵石我先保管，等宗门整改步入正轨，咱们再议账目的事。对了，师傅，我替你收了个记名弟子，正好你出关，明天见他一面，传他一门功法如何？哦，又收了一个。师傅放心，你就露个面，传个功，其他杂事弟子一力承担。明日辰时，大殿见他。好了，既然有了灵石，就修炼去吧。有了灵石就是不一样，一颗抵5天苦功，这才是真正的修仙嘛。今天就要传授仙法了，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修炼天赋？加入青云宗，真的能有真正的功法传承吗？希望这步棋没走错。快看，是大师兄！还有掌门和各方宗主们。这么多高手，这青云宗底蕴果然深厚。大家静坐等候。有了灵石和灵草，我内炉丹药成功率能高不少。好符纸就是不一样。张扬已跟我说过你的事了，暂且收你为记名弟子，但不计入弟子序列。等你修行有成，再成为真正的弟子。江之秋拜见师傅，拜见诸位师叔。你修为已经金丹中期，比张扬还高些，但他入门早，是下任掌门人选。你还是当以师兄称呼。宗门诸事皆可寻他，等会儿让他带你去藏经阁，择寻一门适合你的秘籍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拜入青云需遵守门规，同门之间相互友爱，不得相残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弟子一定遵守门规。大师兄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我先去给外面那些小子训话，随后便带你去藏经阁。大师兄先忙，我不急。不是每个宗门都会不经筛选广开山门，
你们能拜入青云，是你们的运气，可知为何？不知，请大师兄明示。修仙讲究天赋，再好的功法，再多的资源，没有天赋也是徒劳。寻常宗门考核，考的便是资质根骨。但我向你们保证，即便有人毫无修炼天赋，也可以留在青云宗，因为现在的青云宗正需人手，必有一个位置能让你们发挥价值。我一定行。在你们开始修行之前，我得先说说修行的境界。修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筑基、采气、炼体、辟海、道种4步。筑基之后便是金丹境。师弟，我带你去藏经阁挑选功法。多谢大师兄。藏经阁的第1层为筑基功法，第2层金丹功法，第3层元婴功法。大师兄，我需要火属性功法，有什么建议吗？这些都是火属性功法，炎阳功、焚天功、南冥离火诀，这些你可以选择，挑选哪一种看你自己。不过说起来，你原来的功法是从哪儿得来的？不瞒师兄，我的金丹气功法是从一个修士身上抢来的。哦，这么说你还是个天才啊，自己摸索着修炼就到金丹境了？还是个狠人。师兄谬赞了，我算什么天才？今年已经130多岁了。过去的事情不管了，你加入青云就是我青云的人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把青云发扬光大。愿听师兄差遣。青云集市还需要人管理，你挑选完功法就回去吧。不过现在你是宗门弟子，管理方式要变，收入5成交宗门，3成发展集市，2成是你的辛苦费。那就按照大师兄的安排，如果没其他事情，我先返回青云市集。我也要去修炼了。大师兄，我采气成功了。不错呀。大师兄，下一步该如何？凌云师叔，当初我们和萧家约定的1月之期已经到了，他们居然没有派人来青云宗，也没有任何解释。看样子我们得去一趟安庆城了。需要我们一起吗？有凌云师叔陪同就行。2位师叔，只需要将炼好的丹药和画好的符箓都拿给我就行。都是些低阶丹药，你们用不上啊。高阶的还没开炉呢。不是自用，是这次正好去安庆城，我准备卖掉一些，换些灵石。拿去，反正也是要交给你调配的。师叔，走了。去通知你们家主，青云宗来访。青云的人来了。我是萧家家主萧剑春，尔等何人？竟敢来我萧家撒野！他没有告诉你？家主，当初就是他们声称是青云宗的人抢走了我们的铜矿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居然敢冒充青云宗的人？我们是冒充的。哼！众所周知，
青云宗已经封山，根本没有门人在山下行走。你们突然说自己是青云宗门人，有什么证据吗？把你身上的令牌给他们看看。萧家是不想好好商量了。我当初让萧剑带话，你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。你们抢了我萧家的铜矿，当赔偿我萧家的损失，现在居然还敢找上门来，真以为我萧家是吃素的吗？我懂了。那萧家准备怎么办？把我的铜矿还来，要是不还，后果自负。然后再赔偿我们这段时间因为停产的损失。同时，你们两个还要公开认错。你们栽赃倒是有一手啊。那我们要是不赔呢？不赔，那大概是走不了了。一粒之珠，眼放豪光。爆炎符，青云宗出品，威力你们已经看到了，每一张符箓都有金丹顶峰一击之力，乃是寻觅探宝、报仇御敌的必备良物。如果有需要的，可以来找我订购，量大从优。好厉害啊！那爆炎符威力竟然如此恐怖！梁方道兄，只能看你的了。年轻人，仗着符箓就敢随便欺负人，你家长辈不好好教育你，就让贫道来好好教育你。你是谁啊？贫道清风派长老梁方，修为几何？目前金丹顶峰。你那些符箓对贫道没用。修炼多少年月？贫道修炼100余年。停，那不行，我和你修炼时间不匹配，这不公平，得找个和你修炼时间匹配的来。师叔，你上。想偷袭贫道，门儿都没有。是剑修，快住手，请前辈饶命啊！饶命可以，交买命钱。一个金丹巅峰值多少钱？折算成灵石给我。你说什么？这本来是萧家的事情，你非要掺和？难道说偷我青云铜矿的事情还有你清风派一份？清风派好歹也是一个宗门，居然能做出这种偷盗的行为？不，这和我们清风派无关。我和萧剑春是朋友，他说有人冒充青云宗的人找麻烦，我想着青云宗乃是上古大派，名声不容侮辱，所以才主动前来帮忙的。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还要替我长辈教育我，我都听清楚了。师叔，看样子你有必要去拜访一下清风派，他们清风派看起来很不简单啊。哎呀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原来你是青云的凌云前辈，当年你还指点过我师父。师父一直跟我说，指点之恩万不敢忘，如果有幸遇到前辈，一定要奉上重礼。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还请前辈笑纳。你师父是谁？这位前辈好像不太懂场面话呀。师叔，你贵人多忘事，记不得也正常。你萧家盗采我青云矿场，本让你们来青云做个交代，再和你们谈合作开采的事。既然你们不识抬举，那就不必谈了。矿场我们会另寻人开采，但你萧家必须赔偿过往所有的盗采的收入。另外，刚才那张爆炎符也得算你头上。我们萧家愿意赔偿，不过一事不烦二主，这矿场不如还是交给我们开采如何？为什么我们不自己采？哎呀，我们没人啊。另一个情况是，如果不让萧家继续采矿，那就彻底得罪了萧家和清风派。清风派、萧家抵不过我一剑。他们只是偷东西，犯不上死罪。反正这些东西你们不擅长，
我来处理就行了。那就先赔偿，看看你们萧家的诚意，再决定是否和你们合作。几位请入内，我们坐下来慢慢商量。我们是从10年前开采出铜矿的，每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0万斤。如果二位不信，可以去矿场勘察。10年便是100万斤，上次5万斤便炼制出熟铜1000斤，紫铜20斤，铜母1斤左右。这10年你们萧家赚不少啊！最初铜矿品质远不及现在，只要青云宗仍愿意将开采权交予萧家，过往赔偿可按现金产出比例核算。二位意下如何呀？可以答应，但是必须得尽快把过去的那部分偿还给我们。那关于铜矿的比例，按4-6分成如何？你们萧家占4？不，我们萧家负责开采，还要负责炼制。如果我们只占4成，那也太亏了。就4成，不需要你们萧家炼制，只需要负责开采出来，我们会自己来取。行，那就占4成。我们青云宗会派人巡视矿场，希望你们采矿不要有其他的幺蛾子，否则下一次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了。你放心，绝不会有其他的想法。至于赔偿的部分，我们手里没有那么多，还请给我们一点时间筹集如何？给你们3天时间准备。师叔，我们去客栈，还得商量一点其他的事情。2位贵客完全可以住在我萧家，而且我们也想买一些符箓。哼，赔偿我青云宗没钱，买符箓有钱。梁道友，贵派就没有其他的高手可以对付他们青云宗吗？我清风派建立宗门不过100年，而青云宗都已经5000年了。你知道5000年宗门是什么概念吗？可是你们不是说青云宗不强吗？我们赌的就是青云宗无暇他顾，如今既然找上门来，这灾我们认了。那么多到手的材料就这么给出去，真是不甘心。不过梁道友，赔偿的那一部分，你们清风派怎么也得出一点才行。我们出3成，材料大多已被我派消耗，实在拿不出更多。你萧家的损失，我们可用丹药、法器补偿。小兄，来日方长。那我回去筹集材料，同时也把事情向宗主阐明。你去一趟帝都，把这件事情经过告知殿下。最重要的是，日后的材料供奉恐怕难以为继。遵命。二位，我家主人有请，还请二位一步。二位，我是城主府的管家，来买符箓的。你们的符箓城主府全都要了，还请赏脸。价格200灵石1张，如何？这是拿我当要饭的了。我们会在洪庆楼公开招标，想要买符箓，去那里找我们。记住，不是卖几张，而是与青云宗大量合作，让你们背后的人拿出足够的诚意来。城主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他们根本就不给我们面子，甚至扬言要在洪庆楼公开招标，估计是想要公开售卖的意思。他们青云宗还以为是当年仗着修为高就不把我这个城主当回事儿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城主大人，现在得罪他们不太好吧？尤其是他们有一个剑修高手，我们恐怕没有人能够对付。谁说要动手？那些宗门的人修仙把脑子都修坏了，对付他们用得着动手？你现在去传令，给安庆城所有商会、家族势力，不许前往洪庆楼参与这次招标。敢违反此命令的，
逐出安庆城，甚至别想在帝国立足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青云宗的符箓要卖给谁。修仙看天赋，做生意是需要脑子的，修为再高也没用。到时候，我要让他们亲自求到城主府，再廉价卖给我。城主英明。小姐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青云宗将在安庆城出售符箓，这是一个绝佳机会，我们必须拿下合作。这不仅能使我们在安庆城立足，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好处。消息若是真的，自是好事。只是青云宗沉寂已久，这会不会是个假消息？绝对假不了。整个安庆城的人都前往红青楼了，据说参与招标。招标有意思，那我们也去。这才叫修仙嘛！最近虽有不少灵石进香，但是宗门内还有80多张嘴等着吃饭，还是节省些为好。师叔，虽然这灵茶有点贵了，但我这可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谈生意。老朽黄巧，鸿福商会管事，这次前来是诚心与2位仙师洽谈符箓合作。请坐，半个时辰后，等人都到齐，我们再详细商量。既然大家都已到齐，我以茶代酒，敬大家一杯。随后便开始商谈符箓专卖事宜。诸位，我家里小妾生了，告辞。这个老黄老婆都没有，是玩起花花肠子了。哎，咱们不管他了，我们谈我们的。不急，再等等，说不定在场还有人要喜得贵子。城主大人不允许我们安庆城的任何势力和青云宗合作，违者逐出安庆城。各位，我老婆死了，我必须得回去一趟。胆敢如此欺我青云宗，亲自去会会这位城主，看看他有几个胆子。师叔且慢，现在去问罪是我们理亏。若是落个飞扬跋扈、蛮不讲理的名声，日后谁还敢与青云宗合作？就这么忍了？当然不是，但问罪也需讲究方式。师叔消消气，目前犯不着。这次咱们还没有卖出符箓呢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好，这是走错地方了？如果这是你们青云宗的招标地方，那我就没走错。哦，小姐请坐，不知道如何称呼？望明月。思故乡。不好意思啊，听到小姐的名字，我想到了一首诗，有些唐突之处，还请小姐勿怪。你们的招标看起来挺别致。本来人都已经来齐了，只是城主发了话，便都走了。小姐，你也请离开吧。就这么告诉我了，不怕符箓卖不出去？好东西还怕卖不出去？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藏不住的事情，小姐早晚也会知道，何必隐瞒？小姐，我们还得在安庆城落脚，确实不宜得罪城主。你们不是安庆城的人？我们并非安庆城的人，甚至不是云山帝国的人。贵宗的符箓虽好，但这桩生意城主已经插手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也只能放弃掉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们只是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，那就好办了。哦，300里外的青云市集是我们青云宗的管辖范围，我可以让你们入住青云市集，在那里没人可以干涉我们符箓生意的合作。市集？
望明月小姐，你现在可以看不上青云市集，但我保证，不久后你想入住会难如登天。对你而言，在此拿下一块地盘就是最佳的投资，更何况它能给你异乡人最需要的安全。保证？你们青云宗不就是最大的威胁？你凭什么代表宗门许诺？又凭什么妄言能扩大集市？他确实可以保证，因为他是青云宗代掌门。什么？这么小，这么弱的代掌门，青云宗是疯了吧？有意思，我相信你有资格。不过我倒要问问，青云宗拿什么护我安全？就凭这几张符箓？再说了，一个青云市集，我真没有看出未来在哪里。你知道青云宗鼎盛之时是什么状况吗？有所耳闻。青云宗虽然经历了一些变故，导致衰落，但青云宗的底蕴还在。若不是如此，青云恐怕早已被各方势力瓜分殆尽。我们缺的只是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待我青云再度崛起，今日你眼中小小的集市，他日必将让你刮目相看。唉，1000年前有一座青云城，规模比现在的安庆城大100倍。如果不是1000年前历经变故，尽管你说的都是事实，但是目前一个城主都能为难你们，还谈什么腾飞？不过是在烂泥塘里扑腾罢了。有一些人目光短浅，他们越不看好青云，我们的机会才越大。等青云真正起来了，谁还稀罕他们？口号倒是响亮，可卖几张符箓都要你代掌门亲自出面。青云是无人可用了吗？没人，还谈什么振兴？简直是白日做梦。望明月小姐，你觉得2日采气算什么天赋？2天采气，这天赋确实了得。当年我用了3天才采气成功，这还是在父辈的帮忙之下。如果2天能够采气，天赋远胜于我。就算你2天采气，凭你一个人面对青云的局势也于事无补。这样的天才，青云有87个。不可能！难道这天下的天才都奔着你们青云的名声去了？你看什么？你很聪明，不过你听说过无间道吗？你听说过风声吗？无间道，这又是什么大道？风声？难道这大道与风有关？我可以前往青云市集去看看，再做决定。我已经表现出了青云值得合作的价值，望明月小姐何不展现一下实力呢？我有钱，超乎你想象的有钱。有钱好啊！青云市集欢迎望明月小姐。先别高兴那么早，说不定不会如你意。这丫头不简单，她身边的那个青衣人是个高手。师叔，你看不透他？如果出手，你能赢否？能赢我的人不多。秦叔叔，你觉得他说的话有几分可信？我不知道，不过青云确实和过去不一样啊，这是肯定的。还有，那小子的身份不用质疑，能够出动凌云子来保护他，肯定是青云宗的重要人物。秦叔叔，你认识凌云子？不认识啊，但青云七子中只有凌云子修剑道，那一身凌厉剑气错不了。你和他孰弱孰强？小姐，青云宗虽然没落，但是他们底蕴还在。如果生死相搏，我肯定不是对手。要是他手中还有灵气什么的，那就不用打了。这么巧，秦叔叔，你觉得我应该和青云宗合作吗？我的任务是好好保护你，这种合作的大事，还是由你自己决定。没有人违抗命令和青云他们合作吧？大人，黄桥等人刚到红庆楼就全走了，
这安庆城呢，终究是您说了算。城主大人，有人进入了红镜楼，一直没有下来。是个白衣女人，带着个随从。安庆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们都认识，他们应该是外来的。去查清楚他们的来路。是。师叔，犯不着。浪费可惜了。哎呀，还好没人看见，不然青云宗以后哪里有脸见人啊？二位，这是我们能凑齐的所有铜料和一点铜母了，剩下的部分我们萧家实在拿不出来，能否用其他物资或灵石结算？还请二位通融。用灵石结算吧，欠缺了1/3的材料，价格不菲。萧家有那么多灵石吗？灵石还是有一些的，欠缺的1/3材料，我们愿意补偿青云宗30万灵石，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？没问题。城主府的事情我已听说了，但萧家还在安庆城立足，不便公然违令。如果二位愿意，剩下的符箓我愿出500灵石1张，全要了。我的目的是长远合作，既然萧家主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这批符箓自会有识货的人来找合作的。大人，那二人的身份信息还没查出，只知道他们来自于云腾帝国。异国人，拿下他们！不好，他们跑了，方向是青云宗方向。这二人定是和青云宗谈成了什么，让飞龙卫队去试探一下，如果青云宗态度强硬，就回来。有追兵，是云山帝国的飞龙卫队。师叔，我来解决吧，正好让旺小姐亲眼看看我们青云的潜力和态度。师叔你出手，她未必心服，还是我来更有说服力。正好借此机会，看看你们青云宗的本事。你们意欲何为？我怀疑你们中有敌国奸细，立刻接受我们的检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哼，你们云山帝国派人屡次偷我青云矿产，安庆城主又谋划算计，现在又来追人，也未免太不把我青云宗放在眼里了。少废话！所有人都给我回去接受调查，调查清楚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离开。我给你脸了！是法宝捆仙绳，放箭！这是灵气级别的捆仙绳，快开启非洲的防护盾，全力催动非洲撤回安庆城。金丹修士竟能驱动灵气，破剑旗，还是灵气级别的破剑旗！给我下去！收！回去给云山帝国带个话，非洲我取走了，想要非洲来青云宗拿。城主大人，飞龙卫队失败了，战州被青云宗夺走了。什么？抢了帝国的战州？他们是怎么敢的？大人，当务之急是设法让青云宗归还战州。你有什么主意？快说！如果去青云道歉，再备上厚礼，他们或许会网开一面。只是，听说帝国和青云那边还有其他矛盾，这次恐怕要付出极大代价。这简直是进退两难。罢了，此事
还是先上报帝国吧。这地方大多是些凡人，没多少修仙者，想要发展起来，没这么容易。眼下这青云市集确实还不够热闹，可等青云宗的名号重新打响，咱们的符箓、丹药、法宝在这儿一亮相，还怕没人来？往后宗门广收弟子，各方势力汇聚，自然带来商机。我们还会推出新举措，比如开放秘境什么的。青云宗哪有其他的秘境？青云宗居然舍得把秘境开放给外人？如果有机会，为什么不呢？这家伙如此了得，居然有这样的企谋。看样子，我决定来青云市集没错。这次合作我答应了，我会投资你们青云，希望你们青云不要让我失望。合作总得有点诚意吧？可我连你的真名和来历都不知道，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还怎么合作呢？好说，云腾商会司徒明月，见过青云代掌门张扬道友，拜见凌云前辈。在下祁玉书，司徒家客卿。云腾商会是什么商会啊？你们怎么跑到云山帝国来了？你好歹也是青云宗的代掌门，怎么这般没见识？我们云腾商会可是云腾帝国最大的皇家商会，产业遍布天下。哈哈，我基本都在宗内，没出过远门，见识短浅也是很正常的。倒是你啊，云腾商会那么厉害，怎么不好好待在家呢？惹了麻烦，不得不离开云腾帝国。不过对方的目的在我，只要我离开了，他们也不好轻易得罪我家。现在你知道我的麻烦了。你还能调动云腾商会的力量吗？我们青云有没有可能和云腾商会合作？我去联络商会的话，就是自投罗网。商会里人多嘴杂，消息一旦走了，不仅我麻烦，整个商会的利益都可能受损。你就说能还是不能？能当然是能的。我有个提议，你可以拜入青云宗。我师父还有6个师叔各有绝技，尤其是4师叔和7师叔都是大美女，你拜他们为师再合适不过。你倒是打得好主意，想要借我云腾商会发展青云宗，但是我的麻烦怎么办？你既然拜入青云宗，那就是青云门人。青云虽然没落，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负青云门人，我们整个青云宗都不会答应。是。这青云宗底蕴是有限，可自己贸然加入青云，是否妥当？前辈，容小女子问一句，青云能够保护得了我吗？青云虽然只有几个人，却不坠青云之志，敢战任何来犯之敌。如果是狼牙圣地这样的势力呢？青云敢面对吗？宗门当年出过2个叛徒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进入了狼牙圣地。师叔放心，他日宗门重振，我必亲上狼牙，清理门户。50年前，掌门师兄曾与狼牙圣地的谭秋水有过一战。谭长老，李玉道长，内战结果如何？这场战斗在10招之内结束，谭秋水终生不得踏入我青云宗万里范围。哦，万里疆域是1000年前青云的地界，那些大宗门都是知道的。谭秋水在狼牙圣地可是威名赫赫，甚至天下闻名，居然在青云不声不响栽了个大跟头。青云宗主也太可怕了。掌门师兄是代师授意，我们其余6人的本事都是他教的，可惜他不能离山，不然青云宗早就不是这光景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青云，就拜掌门为师。大师兄10年前就不收徒了，也就张扬天赋太好，才让他破了例。你要拜入青云，4师妹和7师妹都可以教你。倒也不是没有机会，你们云腾商会家大业大，我们青云宗现在很穷，你多捐点钱，我保证师傅可以收你为徒。大师兄，我愿意捐100万灵石，你看够不够师傅收我为徒啊？啊，拿来吧！哎呀，放心，
拜师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徒儿司徒明月，拜见师傅。这姑娘是……师傅，这也是个天才弟子。又收了一个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。徒儿司徒明月，拜见师傅。等会儿让你大师兄带你去找一门好功法，好好修炼。他已经得到我的真传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。他要是解决不了，再来找我。这一幕好熟悉啊！是师傅。你初到青云，我带你熟悉一下各风，顺便给你寻一个住处。谁让你给我收徒的？我收你一个就已经够头痛的了。100万灵石，嘿嘿，师傅，一个徒弟100万灵石，值不值啊？什么？100万灵石？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这小子用你的名头收了司徒明月100万灵石的拜师礼，而且还有不少珍稀材料呢。有上好的符纸吗？有没有灵血5份灵石，我要去购买养颜丹。真没出息，100万就把你师傅卖了。不过我作为掌门，得占大头，最少要给我30万灵石。师傅，这宗门发展资金，你拿30万也太过分了。这批灵石我有大用，不能给你那么多。不行，必须得给我30万。臭小子，当初空间戒指谁给你买的？这些年我对你怎样？现在要点灵石都不给，像话吗？灵石得给。张扬，大师兄对你如何，你是知道的，所以灵石你要给。对，我也赞成，得给。师傅，你真有重要事情急用？30万可能不够，这样，我给你40万，你自己安排。好，有了这批灵石，我也可以逍遥一阵子了。接下来你们没事别找我。等一下，大师兄，这次云山帝国态度有些不对，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还动手了。你小子结丹期可以使用灵器，还是2件，你小子是不是藏私了？留下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啊！你内视金丹的时候是什么景象？里面什么也没有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的金丹不是这样吗？你这金丹也太普通了，我们的金丹里都映照着自身大道。怪不得你小子要改革青云宗，与这空金丹确实需要更多的修炼资源。师傅，我改革青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。随便你折腾吧，没事就赶紧去修炼。像我青云子也是一代宗主，居然收了这么一个徒弟。我的金丹真的那么差吗？天佑我青云，居然又有人缔结出了混沌金丹。历代祖师保佑，青云在这一代将彻底解脱了。大师兄，差不多得了。哈哈，坐，别客气。啊，谁客气了？你倒是说说，张扬的混沌金丹是怎么回事？金丹3品，决定了未来大道的高低。最低等3品白板金丹，2品金丹为大道金丹，1品金丹为混元金丹。但是混沌金丹不一样，混沌金丹无惧任何大道之力，不受灵气、妖气、魔气的侵染，可以炼化一切大道之力为己用。这么离谱？
你们应该都清楚，我们沾染了妖气魔气是需要炼化驱除的。现在你们应该清楚，这混沌金丹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了吧？大师兄，你怎么确定张扬的金丹是混沌金丹呢？万一他的金丹是白板金丹呢？怎么确定？因为我青云历史上出现过混沌金丹，有过详细记载。再说了，白板金丹内部混乱一片，而张扬的金丹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空的，是真正的无。正因为什么都没有，才能容纳一切。那他怎么修炼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混沌金丹，怎么知道如何修炼？他的道路只能靠他自己。不过混沌金丹的成长需要无数的修炼资源，这是肯定的。等到他成长起来，我就解脱了。这是我的院子，你赶紧走。我就要住这里。你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告诉师傅。我花好几年弄的小院，你说要就要？我可是大师兄，别忘了是谁带你上青云的。当师兄的不应该让着师妹吗？再说了，我那100万灵石拜师费，你不也收得挺开心？干脆点，这小院我买了，10万灵石够不够？哼，这是灵石的事吗？你看这篱笆，我刻了驱虫符，屋里有静心符助修炼，连窗户都能引微风，地面冬暖夏凉。我花了10年心血，现在房价早涨了，10万就想买？哼，我住了这么多年，对这儿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羁绊了。所以呢？得加钱。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？师妹，房子归你了，钱我收了，售后自然到位。这院里处处是符文，但暴露在外，万一哪天符文失控暴动，威力足以撕碎金丹修士，你住这儿可千万小心啊！维护方面不能懈怠。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住这就没事？因为我会画符文啊，自己能维护。你卖的你必须管，售后你得负责到底。哎呀，放心，售后包在我身上。这院子大概3个月修一次，但是材料你得出。对了，刻画符文还非常消耗灵力和精神力，你好歹得给点报酬。说吧，多少灵石？不多，100块灵石就够了。哦，我做事向来公道，画符文是力气活，收你100灵石真不贵。师妹，你先休息啊，明早大殿集合，我带你去选功法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哎，人？你怎么来了？师叔，接下来得在你这里住几天了。我的小院被师妹抢走了。对了，还得在你这里修炼修炼，麻烦师叔给我弄个修炼室，我需要动用灵石。没问题，尽管动用灵石，灵气都跑不出去。多谢师叔。哎呀，金丹内部虽然还是空荡荡的，金丹的壳却是变厚了，而且金丹的大小依然没有变，这岂不是说从外部一直填充，最终可以把金丹内部填满？哎呀，这得用多少灵石才能填满啊？师叔，修炼真不容易啊。修炼路上遇到挫折也不算什么，总会解决的。师叔，我这金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金丹分3品，最好的浑元金丹，你师傅就是。其次是大道金丹，我当初金丹里是支笔，这才修了符道。最次的就是白板金丹，里面空无一物。啊，原来我是最差的白板，难怪这么难突破。哎，别放心上，不管什么金丹，你都是我师侄，师叔永远关照你，
修炼慢点没关系，多费点资源罢了。多谢师叔。师叔，现在就有事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师叔，我想请您去给新弟子们讲一场道，就讲筑基期的内容。不过师叔你、其他师叔和师傅可能都需要公开讲道，等他们日后成功筑基，明确了自己的道途，再决定拜入哪位师叔门下。没问题。今日我请了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华灵子长老来给大家讲讲如何筑基，大家鼓掌欢迎！鼓掌欢迎？什么情况？恭请师叔讲道。筑基，筑的是大道之基。千仞之山起于垒土，江海之大起于溪流。在大道的这条路上，能够走多远，往往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。看这块玉石，我要将它刻成印章，但能直接下刀吗？不能，需先打磨，切出雏形。这些剔除的杂质，便如你们炼体时排出的污秽。杂质去得越尽，身体越纯净，开辟灵海便越容易，灵海也越发广阔。师叔，你已经讲大半天了，该休息了。师弟师妹们还是肉体凡胎，还得吃饭呢。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师叔，既然印章雏形已好，不如就刻完吧，就刻上“吾辈当有青云志”7个字，我有大用。那7个字我用上了符箓之道，有静心凝神的功效，算是一件小小的法器吧。多谢师叔。恭送师叔。大师兄，把印章送我呗，或者我买，我出1万灵石，怎么样？这件法器不能给师妹。为什么？华灵子师叔刚也讲了，修仙当志存高远，所以我设了一个考题，每人结合今日讲道，写一篇心得感悟文章，题目就叫“我为什么要修仙”，不得少于3000字。从未听说有任何宗门是这样干的，不过好像有几分道理。7日内写好文章交上来，我会评选出最优，获得第1名的人，奖励这枚印章。大师兄，我不识字啊。我也是。我没读过书，不识字就去学，以后看不懂道书谁帮你们？青云宗不能有文盲。那这次评选我没机会了。不识字的人来找我口述，我代笔，必须说你们的内心真话，不得少于3000字。我叫司徒明月，司徒家的大小姐。司徒家的商业遍布云腾帝国，这么大的商业，岂能容一个庸人继承？所以，从小我父亲就教导我，一定要有实力，只有实力才能掌控商会的一切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不会写字，还请大师兄帮我记录一下。你说。我叫王宝乐，云山帝国白虎城王家的少爷，从小不学无术，惹是生非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惹到了不该惹的人，还给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。我之所以要修仙，就是为了避祸。如果能够修炼有成，
我还要报仇。大师兄，我隐瞒了拜入宗门的事情，不知道宗门如何发落我。宗门有说报仇的人不能加入宗门吗？有规定不能隐藏秘密吗？可是，宗门教你本事，但不会替你报仇，你的仇得你自己去了结。不过可以跟你保证，谁敢害你性命，宗门必为你讨回公道。往后修炼多用功，闲来也多读读书。这么大个人，字都认不全，说出去啊，都丢青云的脸。先从你名字开始练，这是你的名字，首先把这3个字练好。多谢大师兄。好好努力，以后我们一起振兴青云。大师兄，我认不得字，麻烦大师兄帮我记一下，谢谢。开始吧。我叫李二，是大凹村的人。你就是李二？大师兄，你听说过我？前阵子四师叔巡视青云，去过你们村，见着你爹了。他听说你拜入青云宗，高兴得很，说过阵子要来看你。你可要好好努力，别让你爹失望。来吧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我叫李二。这次定能拿下印章。首先，大家都完成了题目，但是也有人写得很敷衍。大道修心，首重诚心，你们自己清楚，写的时候用了多少真心。若连道心都不坚定，不如就此止步，免得将来沦为修行路上的枯骨。我从大家的文章里选了几篇，等会儿都上来自己读完，读完大家举手表决，选出最好的。好，第一个上来朗读的是司徒明月。我叫司徒明月，我写的蛮好的呀，怎么大家反应不对劲呢？我惹了大祸，为家族带来了灾难。我压根想不到，他们居然是定王府的人。你就是白虎城的王宝乐，定王府的苏新伟就是被你打伤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他一直在找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跑到青云宗来了。安静！我没有让你们发言的时候，谁要是贸然开口，那我就要生气了。这是我挑选出来的几个人的文章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写得更好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开始举手表决。王宝乐，众人之中你是第一个加入宗门的，也是第一个到达大殿的，足见信念之坚定。希望你再接再厉，不负青云之志。多谢大师兄。你小子不让他们好好修炼，鼓捣那些东西做什么？师叔，我自有深意。现在请师叔用灵石监视那群弟子，把他们的位置给我标注出来。这些人怎么了？这一份名单是大概率没有问题的。这张纸上的人大概率是有问题的，至少他们拜入青云宗的目的没有那么纯粹。至于第3张纸的名单，是暂时无法确定的。这些人是需要争取的对象。你在怀疑这次入门的弟子？怎么就确定他们有问题？就凭你弄的那个写感悟心得的文章，
你这靠谱吗？师叔，你觉得有哪个宗门开山能一下子收了这么多天才啊？从未听说过。这不就得了？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。哎呀，别胡乱瞎想了，还是赶紧去提升你的修为吧。出问题了，你就在我这里不要动，我去看看。什么问题啊？云山帝国的人来了，看样子来者不善，你不用管，我们会处理。还是我来处理。师叔，你可别忘记了，我现在是代掌门呢，这种事情当然是我出面比较好。别闹，对面可是来了高手。有多高？你们打得过不？比我师父强吗？我们就能解决，就更别说大师兄了。只是我们和云山帝国不想交恶，所以处理起来有点麻烦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种麻烦的事情我来。一下。这是云山帝国的飞龙军，他们不会是想要和青云宗开战吧？快看，那是帝国的飞龙军，我们去看看。他们进步减速，妄想直冲山门，大的胆子！这件事情得赶紧通知大师兄。都快撞到门口了，通知师傅来不及了。竟然敢辱到青云宗头上，那就先打了再说。凌云师叔，上！我是飞龙军统领徐蒯，你们青云的人打了我的人，今日我来找回场子，就试试。青云不过如此，仗着境界高，欺负我的飞龙卫队，敢欺负我的人，就得付出代价。飞龙军出击！什么境界？禀报陛下，应该是元婴后期。元婴后期，青云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还有什么资格存在？启动飞舟，上青云！你们是想开战？这不是你们青云宗想要的吗？抢我云山帝国的矿产，还对飞龙卫队出手，甚至劫走非洲。既然你们挑衅在先，那就别怪我云山帝国不客气。好一个颠倒是非！你能够代表云山帝国？哼，殿下乃是云山帝国三皇子。现在知道姑有没有权利代表帝国了吧？阻你！四师叔，起阵！五师叔，补阙！谢公公，你注意观察青云宗护山大阵的变化，找到破绽，一击破之。老奴明白。飞龙军听令，破敌！修仙有什么了不起？本皇子剿灭的宗门都不知道有多少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我带你离开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不怕，师父还没有出手呢。师姐，敢伤我师姐，你们危险了！危险？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危险！飞龙军听令，即刻杀进青云，寸草不留！诺！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们帝国的飞龙军，我们飞龙军是无敌的。难道我的仇这辈子都没机会报了吗？青云宗究竟值不值得赌上性命？
拼了，就赌这一次。启动所有防御，西空空送回主控龙舟。大师兄，师傅竟然如此可怕，这他妈才是修仙吗？师傅，停手停手，别打坏了，不是，别杀人，留着他们，让他们交赎金。四师叔，没事吧？你盼着我有事，不过这次也是因祸得福，找到了我阵法的一个弱点，惹祸不行。都双手抱头，蹲地，谁动谁死。五师叔，来，把这艘龙舟收缴了。好嘞。三皇子殿下，你是脚软了吗？怎么还坐着？吾乃皇室，你们……如果不是我留你一命，刚才你就死了。现在给我起来，蹲下，抱头。你们青云宗还有如此高手？我们还没有打完，继续。哼，还用得着再打吗？既然不打，那就束手就擒，自己封锁元婴，否则我们继续打。你可以回去了。啊！你们放我们离开？哼，想得到美！只是让你回去传个话，问问你主子，3000飞龙军，1位皇子，1艘龙舟，能值多少灵石？另外，前面的旧账可还没完，让他一并给个交代。还请善待我们的人，我这就回去转达。请。刚刚是青云掌门出手了。大师兄，刚才真的是师父吗？应该是吧。我就知道，拜入青云实在是太明智了。肯定是掌门出手了，掌门太厉害了，赢了！帝国的飞龙军竟然败了。在云山帝国赎人之前，你们都得给青云宗干活，宗门里有不少项目等着开工。对了，你们要是不干活，就别想吃饭。我青云不养闲人。几位师叔，你们这几天不能休息了，全面监控青云上下，只要有人有任何异常，立刻诛杀。我一个人盯着他们就行了。我准备把他们散开，让他们给我们做点事情。啊！我这是聘请他们干活，工期结束就结工钱，正好借此机会改善弟子居所。几位师叔若有休憩需求，也可让他们一并施工。我有些事情需要和你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你作为施工队长，带着他们帮我干活。我要修缮70、80个院子，还要修一套大宅院。什么？哼，就你这智商，还玩权谋呢？这是对飞龙军收心最好的时候，懂不懂？从这一点看，你应该感谢我。你让姑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姑还要感谢你？还有，你为什么帮姑？说话的时候最好考虑一下在和谁说话。你孤孤寡寡的，不觉得是在拉远我们的距离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觉得有什么好处？说吧，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？我叫张扬，你呢？本皇子李孝杰。啊，李小姐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我们从头开始啊。你修炼了吗？没有，皇帝不能修炼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具体原因，只知道皇帝如果修炼，到达金丹期就会死。国师说过，这是天道的限制。
我也不知道真假。所以你想争皇位？身在皇家，谁不想争呢？你有多少把握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对手？你就那么确定？皇帝一定会赎你回去？为了皇室的颜面，父皇肯定会尝试。不得不说，你留着飞龙军，确实让父皇为难了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岂能随意打杀？我帮你争皇位，你带着他们帮我挖地，这个交易你觉得合适不？臭小子，我们不干涉皇朝事务。师傅，放心，青云宗不会去干涉的。不过，青云宗既然要做出改变，和以前肯定不一样。我们不去干涉，但是可以打交道。看着办。回去以后，你就宣布修仙吧。什么？是假装吗？当然是玩真的。就你这种智慧，玩什么权谋？我来教你，什么叫做以退为进，假道伐国，暗度陈仓。以退为进，我知道。暗度陈仓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问你，你这次回到皇宫会遇到什么景象？你让云山帝国丢了大脸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还想争位？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干脆表明态度，告诉所有人你不争了？但是怎么让其他皇子去掉疑虑呢？当然是去修仙最为彻底啊！后续还用我教你吗？我要是修仙以后登上皇位，到达金丹期岂不是死定了？想要结丹本身就无比困难，再说了，你就不会压制境界不突破吗？我明白了，多谢你的指点。只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帮我？这一次虽然是你们云山帝国惹祸，但是我希望你这次回去以后，能推动云山帝国和青云之间的贸易。我们云山帝国的资源已经被天玄宗掌控了。师傅，你还说宗门不得干涉皇朝事务？你看看人家天玄宗，恐怕都富得流油了。我又没说现在，我只要在暗中推动这件事情发展就行。后续我们会和天玄宗交涉。行，那我找谁办事啊？肯定是找有地位，但却不能是天玄宗的人拜师啊。比如徐柏应该不是天玄宗的人吧？他就是最好的师傅啊。你怎么知道血统里不是天玄宗的人？国师是天玄宗的人，飞龙君是皇帝的人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好了，事情谈完了，你带着飞龙君去给我挖地去。这就你回来了，陛下，三皇子和飞龙君都已经落在青云宗手里了。什么？青云宗好大的胆子！三国师，雷震想办法灭了他们青云宗。陛下，飞龙君和三皇子目前没事，青云宗只是抓住了他们，让我们交赎金。这个老三行事还是这么张扬跋扈，你估计一下。云宗的力量大概在什么层次？陛下，微臣只是元婴期，怎么看得懂？徐柏统领，青云宗是谁出手了？没看到人，只看到一只雷霆巨手。这不是某个人出手了，而是青云宗的护宗大阵——天青极云大阵的力量。陛下。不如我把这件事情报告宗门，让我们宗门去斡旋一番。如果能够这样，那当然是极好了。那天玄宗的供奉可不能少了。自然。去把镇南王沈君请来。陛下，这次以你为主，前去青云宗谈判。
务必带回老三和飞龙君。陛下，谈判肯定有底线，我们的底线是什么？如果青云宗要灵石或者资源，随便你谈。最大的底线就是青云宗附近的青州千里疆域。臣明白了。先等国师消息，到时天玄宗会派人与你一同去青云谈判，他们在旁协助，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你手中。天玄宗苏明阳连同师弟童木以及云山帝国镇南王沈君、国师张宇拜访青云宗。你负责和他们谈，不要管天玄宗的人，只管谈。天玄宗的人也来了，剩下的以后再话，还是先接待云山帝国的人吧。是，师傅。去，弄点泥土在身上，看起来狼狈一点。拿上锄头去给我挖花园。我能教你的就这么多了。师傅，请再教我一些，我太想进步了。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喊我师傅了，我不开网约车啊。主要是跟在您身边，能学的东西太多了。青云宗张扬奉命迎接几位前辈，几位前辈请跟我上山。我平时宝贝着的这群人，居然在这里干苦工，恐怕这次谈判比我预想的还要棘手。殿下，你受苦了。王叔，你终于来了。青云宗如此对待我朝皇子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我请你们来的，既然来了，就好好谈谈吧，否则他们还得继续留在这里干活。王叔，我要回去，我再也不想留在这里了。放心，我会带你们回去的。你们的人呢？不是要谈吗？我就是，有什么事情和我谈。你们宗门的长辈呢？前辈，我境界虽低下，但我是青云代长辈，宗门一切事务目前由我做主。老夫这次来是和青云宗调解云山帝国之间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哪怕你是代掌门，恐怕也做不了主吧？看前辈的意思，倒是想要给我青云宗做主吗？小辈居然对我无礼，把你师父和师叔叫出来，我倒要问问他们是怎么管教弟子的。我是他师叔，怎么管教弟子是我们的事情，关你屁事！一个元婴剑修还不配与我交谈。我是元神境，让你们青云子出来。你耳朵要是聋了，我图通一些医术，也可以帮你治一治。不过我可警告你，既然你是元神境，那我可就要动真格的了。长青剑，玉灵袍，耳朵聋，眼睛倒是没瞎。青云宗北方30里无人，正好适合我们全力一战，请。长青剑，玉灵袍，这还怎么打？两位且慢。天玄宗前辈此行实为好意，我们带了不少灵石资源，晚辈金丹修为怕护不住，才请天玄宗前辈护送。你们脸够大的，代掌门迎接你们还不够，还想扰他，欺负我们青云没落是不是？刚才是老朽冒犯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云山帝国已经得到了教训，绝不敢再犯。青云宗乃上古大宗，不妨高抬贵手，此事就此接过，如何？苏前辈，培养一个筑基期弟子需要多少灵石？1000灵石恐怕是需要的。一艘可以容纳3000人作战的飞舟呢？折算成灵石值多少？这几十万灵石应该是要的吧？那么3000飞龙军加飞舟
也有几百万灵石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前辈的面子价值几百万灵石？不是我说，前辈你的脸也太大了。区区金丹，还敢如此辱我！前辈莫非忘了，3000飞龙军是用来血洗青云的。若不是青云还有底蕴，是何等下场？如果有人这样打上天玄，你也能说算就算。不如你站着不动，让我捅你3剑。你若不死，我便认了，如何？小辈好胆，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！怎么，轮到自己就大度不起来了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前辈就如此动怒，看来你的度量也不过如此啊。看样子，有些老家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哼，气死老夫了！你们云山帝国的事情，老夫不管了。青云宗底蕴深厚，一个元婴竟有2件极品灵器。 5000年积累的顶级宗门，底蕴果然惊人。哼，时代不同了，若能拿下青云宗，我宗必将一飞冲天。唯一的麻烦是那护宗大阵，目前急不来。我们的人已在青云宗内，待他们摸清大阵底细，再联合各宗，必可一举成功。这次倒是便宜青云宗了。云山帝国的这群蠢货，免费给他们送了一批资源。送得好，只有把资源送过去，我们的那些人才能快速成长起来啊！镇南王，直说吧，你们准备了多少赎金？陛下极为重视飞龙军的培养，为此耗尽了帝国几十年底蕴。我们这次前来是诚心赎回飞龙军的，但若真要几百万灵石，根本拿不出来呀！哈，不怕您笑话，帝国一年灵石产出不过数十万，几百万实在无能为力呀。若强行征集民夫开采，3、5年或能凑齐，但届时饿殍遍野，亿万百姓恐食不存。要不，差不多算了。师叔，你是对面的吧？他在卖惨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唉，那是真惨啊！听镇南王这么一说，我都忍不住起了恻隐之心。既然如此，赎金干脆就算了吧。年轻人，到底是年轻啊！多谢代掌门宽宏大量，我代帝国百姓拜谢您。回去后定当严加管教飞龙军和三皇子，绝不让此类事情再犯。唉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我现在就带他们回去，如何？啊？你是要带三皇子回去吗？啊，你只管带回去啊，留他在这里啊，干不了什么活，还浪费粮食，又吃又拉的，臭气熏天。啊！师傅，你不能送我走啊！飞龙军呢？留着飞龙军对百姓是多大的负担，这种苦就让我青云来扛吧。飞龙军我们养了，3000筑基修士全入我宗，我们会好生培养。什么？飞龙军都是帝国百姓的子弟，他们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家呀。帝国不能让父老乡亲寒心呐，不如用材料抵一部分赎金。不知代掌门意下如何？多少材料啊？铜矿15万斤，铁矿30万斤，金矿3万斤，银矿10万斤。这点材料，恐怕是要让那些老人失望了呀。再加上100万灵石，我师妹是云腾商人千金，随手就捐了100万灵石，我们不差这点，还是让飞龙军入我宗吧。材料可翻倍，灵石再加50万，真的只能拿出这么多了，请代掌门通融通融。镇南王阁下，你当我不知行情啊？这些材料也就100多万，还差得远。
不过既然你给了诚意，我也退一步，你带2000人走，留1000给我。3000飞龙军我全部都要，我可以将青州所属的千里疆域划给青云。青州的价值怎么也超过200万灵石了吧？不要青州，什么土地都不要。师傅，这件事情听我的。我们是修仙宗门，不要疆土，剩下的钱10年内还清吧。不过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青云要开商会，卖符箓、丹药、法宝，希望云山帝国支持。我们会按规矩交税，但得给些优惠。可以。镇南王果然爽快。我们可以聊一下其他方面的合作。代掌门，请说。大师兄，这次你应该是发大财了吧？这是什么话？应该是我们青云发大财了。给你们瞧一瞧，这次我们赚了多少？这么多？怎么样，师傅？以后青云宗的钱会越来越多的。你的改革成效显著，将青云交给你管理，为师甚是欣慰。莫非大师兄经常挂在嘴边的改革，就是抢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害得帝国这次损失惨重。王爷饶命，饶命啊！都是他，全是他出的馊主意，这才不小心惹上了青云宗的人。全都带下去，按叛国罪处置。萧家主，既然青云宗已经答应跟你们合作，那就好好做，别动什么歪心思。你可要引以为戒，别给萧家，也别给帝国惹上祸端。王爷放心，我们萧家绝对不敢，一定本本分分，好好配合。嘿嘿，师傅，咱们青云宗有秘境不？我能有打开秘境的权限吗？你要秘境干啥？修炼？你现在用不着吧？不是修炼，我是想放出消息，说咱们开放秘境，把天下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不用太厉害的秘境，能让筑基期进去逛逛就行。要是金丹期也能进，那就更好了。要是只给筑基期和金丹期用，那倒好说。你等着吧，秘境很快就有了。啊，师傅，什么叫秘境很快有了？说话别说一半啊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大师兄，咱们青云什么时候有秘境了？不就是个金丹期的秘境吗？我费点功夫造一个就是了，小事一桩，很快就能搞定。那小子给我弄来100万灵石，我怎么也得满足他这个愿望。什么？秘境还能造？大师兄，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了？什么呀？得多加把劲修炼才行。大师兄，你留我下来干嘛？你该不会忘了最初来青云宗是干嘛的了吧？你都赚了这么多，还要做生意？作为商业世家的大小姐，你这觉悟可不行。我们不能坐吃山空，创建商会后，和云山帝国深度合作的同时，将商会发展成宗门的情报网，所以必须得办。大师兄，你想的也太远了吧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师父师叔们总会离开，青云宗的担子迟早落到我们肩上。现在宗门就你我2个金丹，底下弟子根基未稳，还鱼龙混杂。师妹，你若真把自己当青云宗的人，就该站出来帮我。要是只把自己当个过客，那就算我看错人了。有时候我觉得你跟我爹真像。啊？我像你爹？我是说气质，但想让我帮忙可以，你得给好处。什么好处？还没想好，你先答应帮我做几件事，
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成交。商会叫什么名字？叫明月商会怎么样？不行，青云宗的商会用你的名字合适吗？要不一方各取一字，叫清明商会？去！我还不想提前放假过节。什么过节？我们也没有过节啊。行了，既然是你筹办，你确实应该拥有冠名权，就叫清月商会，总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那商会归我管？你负责，但我有监察权，必要的时候得听我的建议。师兄，我好歹是商业世家出身，做生意我再好，你放心，我保证给青云宗赚大钱。你们司徒家做生意多少年了？200年历史，足够证明实力了。200年？哼，我说我有2000年经商经验，你信不信？做生意这事儿，以后我教你。你先回去写份商业计划书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叶子，看看你这次惹出多大的祸事！父皇，儿臣有罪。抬起头来，看着朕。这次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朕还没有想好如何处罚你，请禁足半年。儿臣领罪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件事，还请父皇恩准。什么事？通过这次事件，儿臣突然明白，即便掌控千军万马，在那些强大的修仙者面前，依然如笑话一般。所以，以后对尘世再也没有任何留恋。儿臣想修仙。什么？你想修仙？儿臣已经想清楚了，一定要修仙。难道不知道修仙意味着什么吗？儿臣明白，修仙以后就拥有移山填海之位，拥有长生不老之体，其他的事情和这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？明白了，你先回府，3天考虑时间，3天之后朕会安排。父皇，儿臣已经想了很久，不用3天，连师傅儿臣都找好了。谁？父皇，我与徐柏统领共事已久，深知他实力非凡，儿臣想拜他为师，潜心修炼。另外，飞龙军战力强大，必须由我们4家人来掌。待儿臣学有所成，愿为父皇分忧，镇守疆土，抵御外敌。洪公公，你看能不能指点一下他？殿下，老奴这身子残缺，修的功法也偏门，怕是不适合3殿下。不过等殿下正式踏上仙途后，老奴定当尽力，在修炼上助殿下一臂之力。认准了，等会儿就召徐柏，让他教你修仙。